嗨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，好久没有这样跟大家打招呼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101的外面，没有了，看得到101的地方。那今天是在哪里啊？中正区的一个屋顶。那这个屋顶呢，我们的屋主说呢，屋顶漏下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屋顶看看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找了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嘿，欢迎我们的设计师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我 Henry 就好了。Harry， 对，我们的 Harry 设计师，他今天带我们来看看这个屋主的家。这个屋主的家整个就是非常的高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设计师是得过奖的设计师，设计案子跟所有接触到的客户都特别有质感，是吧？啊，当然了。好了，既然有质感，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漏水，那个降低它质感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下去看看到底为什么会漏水吧。Go。没有明显脏的地方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就很妙的就是，你看上面再做一层隔水层，那这边没有做，因为那一段曾经有漏过，应该是有别人家也有漏过嘛，所以那边也做过啊，就这边没有做过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外墙哦，顺便告诉一下大家，如果你在家里啊想要看外墙漏水怎么办，你千万不要爬出去外面看，你只要准备一支自拍棒，再加一支手机。那你确定这支自拍棒不会掉下去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就把自拍棒转到录影模式，打开录影，把它勇敢的伸出去看看外面。因为我们人不能出去嘛，所以我就要伸出去看看，这边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啊？所以其实看漏水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自拍棒一定要带，因为人常常出不去。看到了个寂寞。这是不是要调蜘蛛人比较好看？当然，如果有预算的话，蜘蛛人直接下去看是绝对可以把所有问题找出来。但是呢，通常都没有预算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比较困难一点。以前我们有尝试用空拍机啊，但是因为现在法规修正了，那空拍机不能离建筑物太近，然后所以也拍不了。但是这边大马路也危险，所以就只好再继续看看。用经验，我们尝试了那个0.5倍的广角跟5倍的长焦都看了一下，很可惜。我还是看不到漏，看到很多的白滑，但是看不到漏水的点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只能去楼下找突破口啦。这里是顶楼嘛，那楼下那一层楼在漏水，我们就看看楼下那一层楼有没有窗户是打得开的。我们就一样把那个自拍棒伸出去，看看那个哪里方有漏水的痕迹，因为毕竟里面刚刚有看到那个状况其实蛮惨的。如果有漏水的话，我到底要怎么去找到漏水的点呢？那问题问得很好，就像我们这个案子啊，它的那个房间靠近窗户的天花板有漏水嘛，那你就要先确定一下你家的房间的天花板的楼上是哪里。通常漏水啊，就是楼上有水，楼下才会漏水，这是最常见的情况。当我们确定楼下的天花板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量过尺寸，确定了这边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来看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一上来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一下，首先那个要先确定漏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，是下雨天才漏水，还是24小时不间断的漏水，还是某些特定时候才会漏水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案子是因为下雨天才会漏水，然后下雨天过完之后，就算雨已经停了，它还会持续的滴水。那这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个水可能是雨水造成的。那雨水造成以外呢，一定有一个地方就像个水盆一样，里面装满了水，然后慢慢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要不然雨都已经停了，为什么它还会漏水呢？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呢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顶楼应该有一个地方装了很多水，所以我们就发现，这里有一个挖了一个坑，这个坑呢是看起来是作为阴井所使用的。阴井是什么呢？阴井就是让水可以作为一个储存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会排水排掉。这是我们在做雨排水道的时候呢，都会有这个东西。通常我们水沟有个水沟嘛，但水沟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地方，是雨所聚集的地方，就是为了让水之后可以排掉。好，这边也是用了一样的道理，这边做了一个像阴井的地方。可是这个阴井做在顶楼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如果做得好，当然没事，排水就一切顺利，大家都开开心心。但今天发现楼下漏水，又在这旁边，可见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这里面呢，在下完雨之后呢，大量含水，
那除了大量含水以外，现在我们看到里面是干的，但水排掉之后，那为什么还会继续滴水呢？主要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广阔的地板，你有看到这个地板是什么材质吗？设计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应该是隔热砖。对，没错，这是隔热砖。隔热砖是很早以前就开始用的，作为隔热屋顶隔热的一个材质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里面其实是一层保丽龙，然后外面就是水泥，一个很便宜、经济实惠的东西。那它有个大问题，上面看起来没有水，那如果你把它翻起来，下面是湿哒哒的，很容易含水。对，很容易含水。那很容易含水会怎么样呢？就很容易漏水啦。既然我们都知道这边是隔热砖，这边有个洞，又常常滴水呢，就可以可见阴井可能破坏了一点防水。大量的地板的隔热砖的地坪呢，又导致了很多水会慢慢的流过来，因为这边是最低点嘛，这边的所有水全部往那边汇集。下雨停了1个礼拜，它现在还在一直滴，就是因为这边的水还没干。对，这是顶楼很常见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如果你之后发现你家有这样的问题哈，就记得这个影片看个100遍，你就会知道怎么看漏水，好不好？你一看到别人家你就知道别人家都发生过了，对，还不同的做法这样子，不同期的地方，不同的对，不同期施工，那或者是花了不一样的钱去改善它，没错，成本不一样，对。所以开始盖的时候，大概盖好了，盖到顶楼大概民国72年。72年到现在几年了？41年，40岁了。41年这样子正常，大概20年的时候，其实就陆陆续续有问题了。所以这边还没有大修过，代表这边其实已经不错了，已经赚到了。对，已经赚到。对，因为他的邻居都处理过了。对啊，他的邻居说，他每年都打针。哦，这个是个正确的事情吗？对，合理的处理方式嘛。这很像是哈，就好像我会痛风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痛风来的时候怎么办？吃止痛药。但是痛风好了吗？没有好，对，没错，他下次发作再吃止痛药是一样的意思。他是当下呢把那个水可以先挡住，问题点没有处理掉，所以它还是一样会继续的发生。基本上隔壁邻居的顶楼跟我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其实我们只要一个人没有好，大家大概都会持续的发生漏水的这个状况。你说到一个重点，没错，这种集合式住宅不是只有一户的情况下呢，只要一户漏，隔壁也很有可能会漏。而且如果隔壁的人他因为漏水要做防水，就很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，原本你没漏，变成开始漏了。别人动工了之后，他可能改变了某些条件。对，比如说啦，原本我家漏水，然后我做了我家顶楼。好，那我家顶楼现在不会漏水啦，但是水源还是在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会下雨啊。那下雨之后呢，雨在找不到最弱的地方之后，它就会去攻击第2个弱点。那第2个弱点可能是隔壁邻居家，所以就变成隔壁邻居开始家在漏水。对，然后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纠纷了。所以如果真的像这种集合住宅的顶楼要做，我们真的很建议大家一起做。这个不是为了厂商要赚大钱，一次做大一点，当然这也是好事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避免争端啦，避免那个纠纷。如果我做好，结果你家漏，那到底是厂商的问题，还是那个命不好？你现在这个状况啊。外墙看起来，窗户的部分我看不太到，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。但是这一块啊，你说挖完洞之后，这边就开始积水，是因为这一块之前曾经大量积水，然后呢，走上的人可能怕会跌倒，所以他们就直接挖了一条小沟，然后再挖了一个比较大的，作为那个我们叫做阴井，水全部流到那边就不会积在这里了，但是就导致你那边长期含水。对，然后呢，它会又把你原本做好的防水层挖掉了。对，防水层破了一个洞，然后又长期含水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每天都会有水。积水还蛮明确的，你只要看到这种颜色比较浅的有粉的，大概就是积水的地方。对，如果真的要处理啦，就是简单处理的话，这一大块都可能有水的情况下呢，你打针的效果虽然可以立刻把那个原本有水的地方堵起来，但是因为水还是在那边，如果其他地方还有其他裂缝，水就会沿着漏到其他地方，有可能原本是靠窗台，后来可能会滴到你的床上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建议用打针的部分，因为这个风险蛮大的，所以最好的话还是把这一块处理掉。真的要做了，我们可能就是左右两边分户的地方断水，先全部洗干净断水，没漏点也不会再漏了。之后我们就开始做防水，那防水就是按照我们透气的标准工法来做。那这也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敲除啦，只是就这一块之后呢，就会全部都变成白白的。那刚刚我们去看，其实算蛮严重的吧？它其实一直当然，那个其实真的状况很严重，因为那个已经还持续在滴水。你可以接受你的房间外面大太阳里面在滴水吗？而且这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屋主说是从今年的4月到现在，现在是11月份。
份，所以已经7个月的时间呢。你可以接受你家里7个月都在滴水吗？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跟耐心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早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觉得你今天是来看猫的啊，对，我现在在看猫了。我刚出门前还抱过我们家的猫，然后呢，结果就来了又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咪。哎，真的蛮可爱的，对啊，是好看的。我看到它它都直接可以让我可以闻，也可以摸，真好。我希望以后我看到屋主家都有猫，所以如果你家有猫，请记得联络我，我们可以去帮你看现场，顺便撸猫。我是叫你来看房水，叫你来看猫。开玩笑，以猫会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差不多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了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来现刊的所有内容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会刊其实有很多的给息啊，除了我们最常用的自拍棒以外，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辅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好好的确定一下漏水到底从哪里漏出来的，然后判断真正的漏水原因。今天没看到，但是下次也许有机会就拿出来咯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了解更多的漏水相关知识，或者想要更了解我们怎么样子看现场，或者你有需求想请我们来帮你看漏水的话呢，请跟我们联络。这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如果你想要更快速的话呢，请用 LINE 联络我们会更快哦。大家也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要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，这样子才可以看到我们以后所有更新的影片哦。我是不只是装修的泡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